学校操场离奇出现了一个巨型数字9，数字竟然是用全校课桌一张张拼起来的。起初老师以为是学生的恶作剧，命令学生把自己的课桌搬回教室。结果第二天早上，课桌又全部出现在了操场，这次拼出了巨型数字8。老师这下彻底怒了，质问学生到底是谁做的。见没人承认，他决定今晚就住在学校，用望远镜一直盯着操场，决心找出这个始作俑者。时间来到半夜12点，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接着就昏倒了。再睁眼就看到身边围满了学生，才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睡了一夜。他顾不上这么多，赶紧来到窗前，想看下操场上有什么变化。这一看他直接懵了，操场上又出现了课桌，这次的数字变成了7，很明显这是在倒计时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早上数字就会变成6，再接下来就是5、4、3、2、1。而且最近学校周围乌鸦成群，好像真的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。有老师认为是外星人干的，如果数到0的话，外星人就会对学校发起攻击。但不管怎样，他还是笃定这是学生干的。校长也认为是学生干的，决定今晚让保安整夜巡逻，给每间教室都上了锁，发誓今天晚上一定要抓住肇事者。结果第二天就看到保安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呼呼大睡，他赶紧来到操场，不出意外数字变成了6。很快这件事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，还上了新闻，人们都在讨论这神奇的倒计时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新闻报道称会对操场进行全天候直播，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。第二天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又要出意外了。做直播的记者也和之前保安一样，全都睡得死死的，查看昨晚的监控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可当时间来到半夜12点整，画面突然就消失了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早上5点半，画面才恢复正常。此刻操场上数字变成了5，事情越发诡异，看起来真的不是学生能办到的事情。学校开会决定临时停课，对操场进行封锁。即使这样，数字却还在倒计时。第二天又变成了4。校园的神秘事件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。昨晚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操场外，想要见证奇迹，结果都在12点的时候瞬间睡着了。现在连专家都猜测很有可能是外星人的所作所为。接下来的2天，数字也逐渐由4变成了2，就连政府都在紧急召开会议，谈论即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情况，甚至怀疑数字变成0时，整个日本都有可能毁灭，还呼吁大家赶紧逃离东京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大量民众逃离东京，期间还有人趁火打劫。政府提醒市民要注意人身安全，接着他就被一个平底锅拍晕了，劫匪把他家搜刮了一遍。第二天为了关注事情的进展，他用脚打开电视，现在操场数字已经变成了1。新闻报道称，政府为了抵御外星人的侵略，已经在东京展开了紧急部署。终于到了最紧张的时刻，这天操场上数字变成了0，操场内外一片寂静，人们都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。结果到了下午6点，眼看就要日落了，校园内还是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变化。很快来到深夜，他和妻子的合照突然掉落到眼前，想到还在外地工作的妻子，自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。他突然使出一股洪荒之力挣脱了绳索，接着冲上街道，街道早已被封锁。他突破重重阻碍来到操场，时间也刚好来到了12点整。只见周围突然刮起一阵妖风，课桌开始抖动起来，紧接着就全部飘向了半空，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圆圈。他都看呆了。这时一张课桌从天而降，把他砸晕了过去。等他再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学校天台上，周围一切都没有改变，似乎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发生。他起身看了一眼操场，操场上的数字变成了-1，也就是说倒计时还没有结束。这也许真的是外星人和人类开的一个玩笑吧，嘿嘿。他只是张张嘴，就把所有人吓到花容失色，因为他天生就有个长舌头，足足有10厘米，和朋友一对比，感觉比别人长1倍。舌头可以轻轻松松舔到鼻子，酸奶都比别人吃得快，不借助任何工具，杯底被舔得干干净净，狗见了都流泪。之所以有这么长的舌头呢，一方面是遗传，另一方面是经过他长期训练，舌头附近的肌肉很发达，能很好的控制舌头。经过测量，足足有10厘米，确实挺奇葩的。比他更夸张的是下面这位大姐，她全身没有骨头，把手固定在凳子上，她可以围着凳子转圈，正常人手臂只能转200度左右，她却能轻轻松松转360度，用圆规画圆也能一气呵成。不论是弹钢琴还是开车，一只手都游刃有余。然而他身体其他部位却非常僵硬，脚踝能转动的幅度很小，把腿绷直，双手也够不到地面。他觉得是因为自己手臂没有关节，所以才能旋转360度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来医院一查，关节还是有的，只不过他的肩关节和肘关节活动范围比正常人大，所以才能进行360度旋转。大叔随身带着2瓶风油精，没事就赶紧往眼睛上涂，边涂还边笑。家里到处都是风油精，产品说明上明确表示不能涂在眼睛周围，但大叔却根本不在意，专门往眼睛上抹。看电视的时候涂，开车的时候涂，半夜也要涂一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涂死了，而他却说自己根本就离不开风油精，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涂眼睛不过瘾了，直接用风油精洗脸，看样子也不错。洗完精神抖擞，旁边的大叔看得一脸懵，真的不疼吗？他决定试一试，结果刚涂完，大叔就直呼太酷辣，那他到底为啥要涂风油精呢？
大叔说之前眼睛受伤了，看不清东西，偶然用了一次风油精，整个世界都清晰了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风油精了。医生说在风油精的刺激下，泪液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异常湿润，这可能是帮他看清楚的原因。但风油精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。经过检查，大叔的眼角膜损伤严重，风油精还加重了病情，导致了角膜白斑，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风油精。随后医生给大叔拿了专门治疗眼睛的药，所以说有病就要对症下药，要相信科学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叔染上怪癖，每天包里装着一瓶醋和一把铁锤，一到晚上就偷偷行动。零下10度的天气，他却赤裸着上身，从包里掏出铁锤，大喊一声，直接朝肚子上重重砸去，就这么一直敲了几分钟，直到肚子变红才停下。大叔还觉得不过瘾，还让小哥拿铁锤敲一敲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铁锤啊！问他为啥要伤害自己，大叔却轻蔑一笑，接着从包里掏出了一瓶醋，倒上满满一杯，一饮而尽。真的是奇怪，跟他来到家里，他从冰箱拿出2个冰冻的苹果招待大家，把苹果放地上，徒手就给劈开了，说这样比较好吃。虽然大叔看着一身的暴力，但其实是个钢琴老师，满手老茧却弹了一手好琴，看着完全就是2个人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组合呢？这时大叔说出了自己的故事，他从小患有小儿麻痹，即使做过2次手术也没能恢复，从小被朋友孤立，这让他很自卑。直到有一次在小伙伴面前单手劈断了一个木棍，小伙伴都惊呆了，这让他找回了自信，于是就开始刻意训练自己的力量，开启了这种独特的运动方式，而且医院也去过了，内脏啥的确实没问题，这下可以安心的继续锻炼了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，在这个村子睡觉必须要戴耳塞，否则凌晨就会醒来，还要在本子上记录着醒来的时间。他们都是被一个怪声吵醒的，每到凌晨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龙的叫声，这声音就好像要地震了一样，从凌晨一直持续到黎明，不戴耳塞根本无法睡觉，很多人受不了都搬走了。村长把录到的声音放给大家听，摄像小哥也吓了一跳，但奇怪的是怎么都找不到声音来源。大家在村里走访，听到一个可疑的声音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台微型缝纫机，但音量非常小，根本不可能，而且附近也没有任何施工现场。一时间关于这声音的说法越来越多，越说越离谱，有人就说肯定是之前开山采石惊动了龙脉。为了让村民安心，大家决定今晚一定要找出罪魁祸首，在村里多个角落安装了声纳设备。来到凌晨，这怪声准时响起，检测到的声音都指向了一个小巷子。走近一看，这巷子里就只有一个锅炉，难道这龙叫声就是他发出来的？把声纳设备对着锅炉，果然是他没错了。大家都觉得很奇怪，锅炉为啥会发出这种声音？售后人员排查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，原来是里面一个电磁阀损坏了，滑动时就产生了这种不寻常的声音。维修好了锅炉，果然这天夜里怪声就消失了，村民终于可以丢掉耳塞睡个好觉了。大妈为了保密，每天往墙上涂抹密封胶，家里还装满了监控，时刻盯着，而且有床不睡，偏偏住在了厕所里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，掀开垫子下面全是尿，他却说味道清新自然。厕所门时刻紧闭着，好像在躲避着什么。他说只要离开厕所就会头晕目眩，全身酸痛，不得不离开的话就要全程戴口罩，还要不停喷着空气清新剂。问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他说家里会泄漏毒气，都是从这些墙壁缝隙里散发出来的，闻到就会眩晕。因为之前和邻居吵过架，大妈认为是邻居故意往他家泄漏毒气，以此来报复他。他甚至在家里各个角落都安装了监控，为了防止毒气扩散，他封死了家中的各种缝隙，整个房子几乎都覆盖了厚厚的密封胶。由于厕所的气味最小，于是成了他的庇护所。虽然大妈说的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，可奇怪的是大家并没有闻到什么异味，于是决定偷偷拜访下邻居，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。然而大妈并不相信记者说的，表示毒气带来的疼痛是真实存在的，自己经常被熏得睡不着。为了缓解她的焦虑，大家请来专家对房子里里外外检测一番，然而检测后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害气体。大家希望她从厕所搬出来，大妈却突然暴躁起来，把大家都赶走了，说她不相信仪器，自己的鼻子是最灵的。隔天她反常的出门去了医院，见到了一个躺在病床上的男人，一见面男人就哭了，原来这是她丈夫，10年前得了中风，就一直住在医院里。大叔知道大妈一直睡在厕所里，也知道大妈精神出了问题，一想到这些就止不住的哭。他只想大妈能安稳的睡觉。心理医生表示，丈夫住院后，她不得不独自生活，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孤独感，可能慢慢就产生了幻觉。医生建议给大妈多一点陪伴，慢慢就会好起来的。节目组也不含糊，决定帮人帮到底，给大妈更多关爱，陪大妈聊天，还一起在厕所吃饭。几天过去了，大妈突然从厕所出来，开始做饭，给大家做了一桌好吃的，说现在已经闻不到什么毒气了。看起来大妈终于走出来了。被母蚊子咬一口到底有多恐怖？这相当于往身上插了6把刀，他们对着伤口边吸血边吐口水，甚至还不停拉屎。下面就来看看蚊子恐怖的吸血过程。当你刚闭上眼睛，蚊子就悄悄飞到你身边，找到最容易下嘴的地方，直接就是一口老痰，进行局部麻醉。
蚊子的细长嘴巴被称为口器，不到1毫米的口器竟然藏了6根针，它们各司其职。当蚊子开始吸血时，先用2根锯齿针割开表皮最外面的一层，它们非常锋利，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2根刺血针帮忙寻找人体血管，找到血管，蚊子并不会马上就吸，而是先注射一种含酶的唾液，防止血液凝结，使血液能被顺畅吸入，然后就开始了干饭。蚊子一次可以摄入体重2到3倍的血液，为了能尽量多吸食血液，蚊子会把消化器官中的食物残渣尽量排空。它们就这样一边吐一边吃一边拉，从蚊子落到皮肤上直至吸饱，总过程约2分钟左右。就在它吸血的过程中，顺便把病毒也带到血液里，导致每年大量人死亡，蚊子也就成了世界上最致命的昆虫。其实吸血的都是母蚊子，公蚊子的口气没有母蚊子发达，也就能吸一吸花蜜之类的。蚊子叮咬后出现的发痒肿块，其实是我们自身免疫系统处理蚊子唾液产生的。也就是说，让我们长出大肿包的其实不是蚊子，而是我们积极干活的免疫系统。如果你身上有些肿块特别大特别痒，那么很可能遇到了新手蚊子，它们寻找血管的技术生疏，吐的口水比较多导致的。希望大家都能遇到专业点的蚊子，毕竟肿块能小一点。他要挑战徒手把生肌肉拍熟，没想到过程中意外不断，难度大大超乎了他的想象。在拍打了13万5千次，看到肌肉变熟的那一刻，感觉一切都值了。废话少说，挑战开始。真徒手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先打造工具，模拟人手拍打的效果。原理就是把动能转化成热能，从而使肌肉变熟。准备完成开始挑战，结果还没拍2下，设备就散架了。他决定对设备整体升级，支架全部换成了镀锌钢材质，给外壳又加装了保温泡沫。挑战又开始了。可没过多久，电机又冒烟了，肌肉看起来也没太多变化，但他没有放弃，很快又研制出了打肉机 2.0 版本，把电机换成了柴油机，拍打装置也换成了旋转的，效率显著提升，结果把肌肉打成了肉泥。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工程难度，总结原因是力道太大，所以现在需要一个速度快、力道轻的打肉机。经过不懈改造，工具终于是改完了。这次他使用了气凝胶保温材料包裹肌肉，这样能把热量损失降到最低。内部再安装无线温度计，时刻监测肌肉温度。接着挑战又开始了，很快温度就升高到了9度，就这样一直拍打了几个小时，来到5万次，温度也上升到了33度。拍打7万次的时候，温度就来到了40度。随着温度不断升高，看起来把鸡拍熟是很有可能实现的。拍打10万次的时候，意外又发生了，打肉机螺栓磨断了。小哥决定先看一下鸡肉的成熟度，打开包装，一股刺鼻的味道袭来，切下来一块想要尝尝，犹豫了很久还是没下去嘴，只能接受失败。现在要做的是继续升级打肉机，为了防止螺栓再次磨断，这次使用了大尺寸的淬火钢螺栓。升级完成，接着挑战。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，但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又要出意外了。这次电源又烧了，虽然状况不断，但这更加激发了他的斗志，说什么也要吃上一顿用拍打方式做的饭。于是不惜一切代价，重新升级了打肉机的机械臂。他退而求其次，决定来拍打牛肉，毕竟牛肉不用做到全熟，来个5分熟就行。而且之前已经证明过，打肉机可以把肉加热到40度以上。说干就干，把新鲜牛肉装进包裹，挑战正式开始。拍到2万次的时候，遇到了瓶颈，牛肉包装拍漏了，这属于小问题，换个包装继续。温度很快来到了50多度，又继续拍打了一段时间，温度上升到了60度。小哥非常激动，这意味着5分熟牛排已经好了，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一下。刚打开包装，汤汁就流了出来，看牛肉的色泽，好像已经熟了，闻起来怎么说呢？味道非常像牛排，一刀下去血水就冒了出来，不错，是正宗的5分熟。小哥切了一块送进嘴巴，据说口感非常不错，但他还是没有放弃把鸡肉拍熟的想法，再次尝试，一直拍打了90分钟，最终鸡肉还真被拍熟了，但他没有吃，可能是鸡皮收缩的原因，鸡竟然睁开了眼睛，所以没敢吃，但得出了一个结论，要拍熟一只鸡，至少需要拍打13万5千次。你学废了吗？这是一种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的食物，一般人闻一下就会吐，他们却爱到不行，平时都舍不得吃，只有招待客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。小姐姐尝了一口，反应非常真实，这种食物就是蓝纹奶酪。这家意大利工厂仍然使用古法制作，能动手的尽量手动完成。每天早上农场会送来新鲜牛奶，一开始就要把凝乳酶和霉菌加入牛奶中，大约20分钟内牛奶就会变成凝乳，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豆腐脑。工人用特制的工具把它分割成小块，把切好的小块装进圆形模具中，每个桶都有编号，这相当于他的身份证。接着把模具放置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，每天都要来回翻转4次，来帮助凝乳沉淀。静止1夜后，奶酪成型，开始腌制。机器会在奶酪表面均匀撒上一层盐，随后再次送入储藏室。储藏室里温暖潮湿，这有利于奶酪中霉菌活动。质检员会随机检查发酵情况，一般经过3天左右，就需要把它们转移到冷藏室。在这里，每一块奶酪都要被扎上100针，这是为了让氧气进入奶酪内部，使其长出标志性的蓝色纹理。时间是制作这道美食的关键，根据口感的不同，
奶酪要在冷藏室待上2到3个月，直到表面发霉变臭。质检员把洛阳铲插入奶酪，轻轻转动就可以把内部的奶酪带出来。通过气味和口感来判断奶酪是否发酵完成。2个月的蓝纹奶酪还比较柔软，味道类似3天没洗的臭袜子，一般人都比较容易接受。放置3个月的奶酪就已经变得很硬了，内部的蓝色纹理清晰可见，味道也臭得很正宗。记者忍不住尝了一口。成熟的蓝纹奶酪是高档餐厅必不可少的美食，吃面的时候来上一点，臭烘的得劲。这个公寓的住户凌晨4点必须起床，然后捂着耳朵站在墙角，也并不是他们想起床，而是被一个怪声吵醒的。每到凌晨4点，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，有时声音又像小孩在楼顶玩玻璃球的声音。物业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声音仍然存在。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，公寓住户都被搞得精神崩溃。这个大妈就受不了了，长期折磨让她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现在只能在外面租房住。大家偷偷安装了监控，想看看到底有多夸张。一到凌晨4点，震耳欲聋的声音把摄像小哥都吓一跳，噪音高达90分贝。要知道地铁站的噪音才81分贝而已。大家发现用铁锤敲打瓷砖的声音和这怪声很像，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到底是什么人会一直制造这种声音呢？犯罪心理学家表示，半夜发出这种声音能影响人们的生活，这可以让他内心得到莫大的满足。这种人就是心理变态。大家决定找到这个罪魁祸首，准备了10多台监控，蹲守在大楼各个角落。结果几天下来，这怪声突然神秘消失了。大家猜测，这个制造噪音的人已经害怕了，其实没必要再调查了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回访，物业表示自从节目组开始调查后，声音就没再出现过。这下大家都能安心睡觉了。深夜全村人都不睡觉，全部守在一个摄像机前面，摄像机正对着黑漆漆的山坡，只为拍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面孔。村里人最近被这东西搞得精神崩溃，每到夜幕降临，村里山坡上就会出现一张脸，脸部轮廓非常清晰，就这样一直盯着整个村子。很多人自从见过这鬼脸后，每天都做噩梦。村长说山坡之前就是墓地，到现在还有好几座坟墓，已经不知道墓主人是谁了。大妈还说在她小时候，山坡上就发生过一起惨案，一家3口惨遭灭门，村民都觉得肯定是那个心怀怨恨的人来索命了。来到傍晚，节目组对着山坡架起了摄像机，准备全程记录。村民都聚集在摄像机前面，都在等那张脸出现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那张脸也准时浮现，有鼻子有眼的，像是一个男人的脸。村民议论纷纷，越说越离谱。摄像小哥壮着胆子，决定近距离多角度观察。走到鬼脸的位置，却只有一棵大树而已，稍微拨动下藤蔓，这鬼脸的形状一下子就变了。换了几个角度再看，一下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原来这鬼脸是路灯照在大树上形成的阴影，对称的阴影就成了眼睛，树干成了鼻子，藤蔓就成了脸的轮廓，一切都是错觉而已。知道真相的村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说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张笑脸，感觉可爱多了。这对情侣为了减肥，每天吃过期发霉的食物，对他们吃的泡面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，结果泡面比马桶还脏，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10倍，他们却毫不在意。放了半个月的米饭，已经发霉变质成了一坨，这个时候吃味道刚刚好，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，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。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增加口感，臭豆腐汁也得来点，最后加上过期的酸奶，使劲搅拌均匀，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。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，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，说味道还差点。这还没完，饭后水果更夸张，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，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汁液，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，说吃起来像巧克力。吃完香蕉还不过瘾，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，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，说着就开始撒狗粮。节目组看不下去了，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，他们只是闻了一下就连连摇头。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，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。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现在的128斤，女朋友也是从140斤减到了90斤，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。大家带他们来医院，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，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如果继续吃的话，很可能会发生癌变，所以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在这里娶老婆主要靠抢，当街看上不认识的女孩，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抢回家做老婆。女孩父母知道后，不但不报警，反而会热情招待绑匪。只因这里有个奇葩的习俗，这个男孩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万事俱备，就缺新娘了。现在只需要去街上抢一个女孩回来就行了。新郎说和这个要抢的女孩仅见过几次，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她，于是就开始策划绑架细节，已经策划了1个月。临出发时，新郎的长辈还叮嘱，千万别让他跑了，抢人尽量小心一点，别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随后他们来到女孩家附近，先联系上了女孩的闺蜜，让闺蜜叫上女孩去打水，帮他们把女孩引出来。他们紧随其后伺机而动。街边的大妈早已看破一切，但什么都没说，好像已经习惯了。很快女孩和闺蜜提着水桶出了门，女孩显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闺蜜出卖。新郎的朋友紧随其后，
见时机成熟，朋友示意司机跟上来，时刻准备着。男孩们装成路人慢慢靠近，趁女孩不注意，直接下手架了起来，接着硬生生把女孩塞进车里。节目组大为震惊，这跟真实的绑架没有一点区别。女孩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妈妈，但周围邻居却只顾着看热闹，脸上还笑嘻嘻的。面对一群陌生男人，女孩惊恐万分，奋力反抗，但无论怎么挣扎，都显得那么无力。妈妈，男孩们笑着安慰女孩，说早晚都得结婚，可谁结不是结呀？这个穿白衬衫的就是新郎，他一言不发，内心早已乐开了花。回到新郎家就看到新郎的亲朋好友早已到场，大家一片欢声笑语，都在等待新娘下车。女孩死死把住车门，但还是被男人们狠狠拖下了车，像拖一件货物一样，看着无比绝望。拖进婚房后，男人们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新郎的七大姑八大姨了。女性长辈的任务是说服女孩同意结婚，他们把女孩团团围住，轮番规劝，给女孩画饼说以后会幸福的，说着还强行给女孩戴上头巾，这意味着女孩即将变成已婚妇女。女孩一心只想回家，哭声里充满了绝望。长辈们也不着急，说服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，甚至几天，会把女孩一直软禁在这里，直到同意结婚为止。几个小时后，女孩稍微平静了一些，还接受了长辈们给的食物，看起来已经妥协了。接下来就要去搞定女孩父母，男方带上一只羊作为彩礼，出发去了女孩家。大概的流程是，来到女孩家就先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，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来给你说一声。他们在门外等了好久，女孩父亲终于开了门，显然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，表情看起来很平静，不仅收下了礼物，甚至还热情款待了他们。女孩妈妈说，虽然感觉失去了一些东西，但还是很开心的，相当于自己多了一个儿子，还说自己就是被女孩父亲绑来的。看得出来，这里的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种抢亲传统，认为这种抢亲是很神圣的。最后为了孩子们的幸福，两家人举杯庆祝。从第二天开始，女孩就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，忙前忙后照顾男方一大家子。记者看得很迷惑，感觉像是男方家里新来了一个保姆一样，但新娘并没有任何埋怨，已经默默接受了这一切。在吉尔吉斯斯坦，绑架新娘是一种传统的结婚方式，这里将近一半的妻子都是抢来的，但其实也发生过很多女孩因为绑架后自杀的情况，当地也有很多人抗议这种陋习，但无济于事，女孩们完全没有选择权，不知道这是不是女孩的悲哀。他们在水下寻宝，不仅找到了一箱金币，还意外找到了一个骨灰盒，他当场吓尿，起因是听说这里有一艘沉船，传说还是一艘海盗船，想想就觉得刺激，于是决定去水下寻宝。刚下来就发现了一只鞋，看着还挺新，拿着比量了一下，大小也合适，他也不客气，直接穿了起来继续寻找。又找到几个酒瓶，保护环境人人有责，直接带走。慢慢的他们还真发现了一艘沉船，两人来了兴致，但找了好久还是只找到了一些酒瓶。这时他突然发现一块木头下面竟然露出了一只小孩的手，看着属实诡异，两人壮着胆子决定一探究竟。他小心翼翼往外拉，生怕把胳膊拽断，拉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个美人鱼玩具，虚惊一场。这时连大鲤鱼都被吸引了过来，轻轻抚摸一下，手感真好。这不重要，还是要继续我们的寻宝计划。既然船外面找不到什么好东西，他们直接来到船内，果然在夹缝中发现了一个箱子。这箱子一看就有戏啊，电影中宝藏就是用的这种箱子。两人兴奋不已，刚把箱子拿出来，就掉落了2枚金币，箱子下面的金币更多，散落了一地。拿起一枚咬上一口，就留下了牙印，看起来是金币没错了。这不发了吗？不一会就捡到了上百枚。两人回到岸上把金币藏好，他们认为下面肯定还有更多好东西，决定继续下水寻找。谁都想不到，两人这一去差点崩溃，甚至连警察都来了。他刚下去没一会，就发现了一个锈迹斑斑铁盒子，掂了一下分量很重，还用塑料袋装着。他高兴坏了，估计里面可能又是金币。慢慢掏出来，方方正正的，里面好像还有个盒子。但就在这时，里面突然泄露了一些粉尘状的物质，翻个面一看，上面还有字。他扫了一眼，当场吓尿，这盒子竟然是个骨灰盒，吓得赶紧往岸上游。毕竟第一次遇到这情况，他们商量了半天，也不知道如何处理，最后决定报警。等警察来后，也没有查询到骨灰主人信息。那现在看来，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把骨灰放回原位，让他在水下静静的待着，也算是对死者的一种尊重。他对着家里的窗户连续拍了5个小时的照片，只为拍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东西。一家人最近被这东西搞得心神不宁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他家住3楼，最近却出现一个梳着双马尾的老太婆，趴在窗户死死盯着一家人，就问你怕不怕。这鬼脸是偶然拍到的，一开始以为是窗边玩具印上去的，放大后一看不对劲，越看越像人脸，更像是一个面目狰狞的老太婆，这把他看得头皮发麻。紧接着对着窗户又拍了几张，结果照片里神秘的老太婆又消失了。你就说怪不怪吧，关键这是3楼啊，一般人根本就上不来。他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人，赶紧拿着这鬼照片找到专家。专家对照片进行数据分析，结论是这鬼脸是真实存在的，并不是 PS 的。
但专家并不认为是灵异事件，他认为是室内物体反射产生的阴影而已。仔细观察后，发现鬼脸旁边有椅子的影子，猜测这鬼脸应该是挂在椅子上的衣服反射形成的。紧接着专家开始了测试，在椅子上挂好衣服，对着窗户拍照，拍到的照片上果然出现了一些轮廓，但并不像人脸。专家继续摆弄衣服，尽可能的弄出更多褶皱，就这样一直拍照测试了5个小时，终于拍出了之前的鬼脸，所以这就是一种巧合而已。清理他家的垃圾要用挖掘机，2层别墅里堆满了150吨垃圾，大门成了摆设，进出只能爬窗户，客厅垃圾都堆到了天花板，在屋内只能爬行，不小心还会迷路。而大爷还不停往家里捡垃圾，说这些都是他的无价之宝。节目组试图和他沟通，但这个怪老头什么都不说，甚至对摄像机挥起了拳头。在小姐姐耐心沟通下，大爷终于放下了戒备，正要说出自己的故事，却被一个怒气冲冲的大妈打断了。大爷屁颠屁颠地跟着大妈上了公交。第二天，大家在街上又遇见了正在捡垃圾的大爷，在他的允许下，大家决定去他家一探究竟。大门被垃圾堵得死死的，小姐姐只能从缝隙中挤进去，随意堆放的垃圾根本找不到落脚点。小姐姐翻山越岭，总算来到了2楼，找到了通往室内的窗户。紧接着一股恶臭袭来，小姐姐忍着恶心爬了进去，没想到屋内更夸张，垃圾已经堆到了天花板，在室内完全要靠爬行。洗手间也是惨不忍睹，卫生纸都发霉了，还有随处可见的老鼠。就在这时，屋里又传来一阵声响，循声望去，没想到啊，垃圾堆里又钻出来一个人头，里面还生活着一个人。原来这是大爷的儿子，今年都40了，看起来神志不清的，一见到记者就开始胡言乱语，根本听不懂在说什么。到了午饭时间，一家人围坐在一张简易桌子前，做饭全靠一个电饭锅，满屋都是虫子，要时不时的喷杀虫剂，天花板也在漏水，看起来随时都有可能坍塌。大家提议帮他清理垃圾，却被大爷一口拒绝了。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，一家人的健康也不容乐观。大妈身体已经发出了警告，整夜咳嗽不止。大家带他们来医院检查，发现大妈有严重的肺积水，都是因为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导致的，必须尽快治疗。大爷显得很自责，说如果早点把房子打扫干净，也不至于现在这样。终于同意大家帮他清理垃圾，说干就干。大家找来了施工队，但当务之急要先把大爷的儿子接出来。在清理了一部分垃圾后，终于找到了儿子的房间。儿子长期没有下楼，行走已经出现了问题，大家一起把他抬了出来，随后送去了医院。现在226个志愿者可以大干一场了，整整清理出150吨垃圾。与此同时，大妈和儿子已经接受了治疗，恢复良好。大爷也接受了心理疏导，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大爷看到儿子一直没有工作，整天无所事事，待在家里啃老，这让他很伤心，进而可能就触发了大爷的收集癖。简单来说，一切都是愁的。1周后，在节目组的帮助下，垃圾房已经焕然一新。看着宽敞明亮的家，大爷不知不觉中湿了眼眶，不停地向节目组鞠躬致谢，承诺以后不会往家里捡垃圾了。其实我感觉他儿子才是最大的垃圾啊！一群男人在尼姑庵偷偷安了监控，正对着寺院里的一座荒废电梯，男人还趴在电梯口左看右看。这群人并不是变态，只是这电梯有点怪。晚上等师太们睡着后，寺院里的电梯就会传来怪声。师太说这怪声是1个月前开始的，接着拿出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这声音像是有什么活物在叫，但他又不敢肯定是什么。说来也是奇怪，师太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，声音就会立马停止。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，关键这是佛门禁闭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呀，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。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。关键这电梯已经荒废7年了，内部都是积水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在这种环境下存活1个月呢？大家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结果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潭死水和一些电器设备外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召唤他，这次未能如愿，下面没有任何回应，还是静悄悄的。那现在咋办呢？大家决定拆电梯，接着又把水抽干了。摄像小哥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没发现任何活物，真是见了鬼了。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一只树蛙跳了出来，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？专家把录到的声音和树蛙的声音做了对比，确认这怪声就是树蛙发出来的。之所以叫声和平时有区别，是因为电梯里的这只正处发情期，所以刚开始才没听出来。师太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这小东西还蛮可爱的，那就留在寺院念经吧。大爷每天用3轮车拉着1瓶可乐，去哪都带着，说可乐能保命，生病了可以不吃药，但不能不喝可乐，困了可乐来1瓶，干活累了来1瓶，就这样每天6瓶，喝了20年，足足喝掉了43800瓶。最急的人是奶奶，怕他喝死了，爷爷一句无所屌味，转身又炫了1瓶1.5升的汽水，喝完再满意的打个嗝，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刻。现在可乐还被他研究出了新喝法，在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，搅拌一下做成了可乐汤饭，连汤带水一口闷，夏天来这么一口，别提多清爽了。大爷说自己爱上可乐，都是因为20年前的一件事。他曾经嗜酒如命，有天喝到胃痛，随手拿起可乐喝了几口，
胃里一下就不痛了，也不知怎么的就上瘾了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，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，也无所屌味。奶奶想带他去补牙，大爷却觉得浪费钱，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？可乐在手精神抖擞，根本不用去医院。最后他还是被大家带去了医院，医生说他大部分牙都坏掉了，基本上没啥用了。随着检查的深入，您猜怎么着？大爷除了牙有问题，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好，也没有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，但医生还是建议他减少用量。大爷轻蔑一笑，转身就走出了医院，说可乐是自己的快乐水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快乐不了几年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这都无所屌味。说完接着炫了一瓶回家了。大妈有床不睡，偏偏在卧室搭了个帐篷，睡觉前还要用拖把敲几下天花板，因为家里每天都会发生毛骨悚然的事，早上就会出现上万只死蜜蜂，足足能装满一个垃圾桶。然而更多的蜜蜂像疯了一样往屋里钻，就好像屋内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它们一样。一到晚上更夸张，整个天花板都会传来嗡嗡嗡的声音，用拖把敲几下才会消停一会。这可苦了大妈了，每天都会被蛰伤，实在没办法，她直接在卧室搭了个帐篷睡。可奇怪的是，邻居家却从没出现过蜜蜂，这么多蜜蜂到底是哪里来的呢？大家了解一番，怀疑蜜蜂是从附近山上来的，但蜜蜂为啥偏偏选择来他家呢？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它们呢？大妈说之前在外墙孔洞处发现过蜜蜂进出，赶紧找人把洞堵上了。从那以后，每到晚上天花板就会传来嗡嗡的声音，大妈怀疑上面有个蜂窝，堵住的那个洞口应该就是蜜蜂的出入口。现在它们都被困在了天花板里。天色已晚，大家决定明天再来研究。可第二天奇怪的事情又出现了，死掉的蜜蜂突然就变少了，而且天花板也静悄悄的。这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决定打开天花板一看究竟，瞬间一个硕大的蜂巢映入眼帘，而且蜜蜂也都还活着。为啥今天它们变得这么安静呢？专家解释说，当蜂巢内部温度过高时，它们会通过扇动翅膀来通风降温，就会出现嗡嗡的声音。恰好昨天夜里降温，它们也就安静了下来。过程中还发现客厅出现的蜜蜂都是通过电线孔钻出来的。通过蜂巢的大小判断，蜜蜂已经在天花板生活6年了。安全起见，大家决定给蜜蜂搬家。最后收获了17公斤的蜂蜜。大妈捂着被蛰伤的额头说，蜂蜜就当做6年的房租费了。哎呀，真甜呀！